上一期我击败了3大经典魔法模组的 BOSS， 新生魔域的荒野奇美拉，鬼欧法的灾厄宰相，植物魔法的盖亚，最终做出了原始珍珠。那么极限神秘奇旅第11期直接开整，看完我的视频你上你也行。对啊，咱们这个原始珍珠不是已经有了吗？对吧，兄弟们？然后这个原始珍珠的话，可以放到惊魂祭坛这边复制。它这边可以无限复制出来这个原始尘埃，因为惊魂祭坛这边合成的话，它是不会消耗这个原始珍珠的，不会消耗这个祭坛上面的材料啊，只会消耗惊魂。有了原始尘埃，咱们就可以做这个原始结合，然后原始结合可以干啥？原始结合就可以再做成原始珍珠，咱们就有无数个原始珍珠了。然后这个原始珍珠后续也可以用来做各种强力的道具啊，感觉这玩意儿得给它整个自动化啊，不然每次我手放好麻烦。OK， 我靠，有点壮观的呀，8个催化器往中间这个功能，原始珍珠的催化与分解已经来了，原始尘埃来原始尘埃了，3个尘埃一个结合。然后这里我简单整了个 RS 的自动化之后想要做这个原始尘埃的话，直接在 RS 里面下单就好了。可以了，简单一个自动化搞定。接下来咱们把这个什么长恒日月之炎、风暴转轮之炎给它整一下吧，直接把神话刷怪龙给拉满。长恒日月之炎这玩意儿可以减最大刷怪延迟，这需要多整点啊。那咱们直接整一个这个恒长日月之炎的自动化吧，输出面板直接对着这个 OK， 这个对着这个，这样就行了。这边给它标记一下精力，这边给它标记一下原始尘埃，然后咱们得给它整个开关啊，这个给它设置成有红日信号时工作，然后在这个输出面板旁边放个拉杆用来控制开关就行了。OK， 这样就行了，这样它就工作了。然后我再写个样板，恒长日月之炎，这个给它去了，这个去除，然后把这个世界岩数量改成1个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直接写入样板就 OK 了。然后把这个样板放到惊魂祭坛上面的这个合成仓里面，这个自动化就算完成了。现在咱们就可以在终端里面下单去自动合成恒长日月之炎了，先下单个10个。OK， 它开始合成了，兄弟们，开始合成了95。OK， 够了，咱们这个长恒日月之炎是够了。最小刷怪延迟的话是200减到20，那应该是18个，好吧？咱们把这18个日月之炎给它扔到哭泣之井里面，就可以变成这个风暴转轮之炎，减最小刷怪延迟。咱们去一趟哭泣之井，直接丢。OK， 18个风暴转轮之炎。那现在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刷怪龙给它改造一下了，看一下它的信息啊，最小刷怪延迟200，最大刷怪延迟800，直接先给它上恒长日月之炎啊，来吧，右键全部拉满。OK， 最大刷怪延迟30，坏了呀，我好像少了一个，再把最小刷怪延迟给它拉满。我是最快的，又来5个日月之炎，先把这个烈焰人刷怪龙给它拉满，时间扭曲刷怪龙。那这个刷怪延迟是拉满了，其实咱们还可以再给这个刷怪龙提升，比如说还可以增加它的这个刷怪数量和最大实体数量。但是特喵的我没有星辰啊，星辰的话得去到末地才行啊。那暂时把这个刷怪延迟拉满就已经算是无敌了。还有无 AI 对，我可以给这个上个无 AI， 我有紫松果的，咱们去繁花之宫套过这个紫松果的，直接给它上个无 AI 无脑。OK， 那现在这个烈焰人刷出来就任我宰割了，动弹不得，好吧，嘿嘿，全给我死！现在就可以爽刷了，兄弟们，爽刷，终于是可以爽刷这个神话刷怪龙了呀。虽然说这个神话刷怪龙还没有完全拉满啊，但是咱们的惊魂之后应该是不会再缺了。OK， 那么神话刷怪龙也搞定了，接下来再整个这个活化核心吧，好吧，有这个活化核心之后，咱们就可以做刷怪蛋了。那目前就差附魔金苹果了。附魔金苹果在幽逆维度有很多是吗？确定吗？有学问。咱们直接到幽逆维度，然后搜索这个深渊神殿啊，1500米。这个深渊神殿的门口会有个箱子，里面会有附魔金苹果。虽然说这个包的附魔金苹果是可以做的，但是略微有点麻烦啊，所以我还是选择来拿现成的，好吧？幽逆快铺满的蛋，这蛋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啊？先不管，咱们先找这个 BOSS 房门口的箱子，这个开了，看一下附魔金苹果4个，深渊之药，那就可以做这个活化核心了呀，直接来合成一下活化核心。主线2-1追求邪术 OK， 2-1主线全部完成，兄弟们，终于是全部完成了呀。接下来是2-2主线啊，终于是有活化核心了。那咱们可以做各种刷怪蛋。由于这个包的捕捉附魔被ban了，所以咱们只能靠这个活化核心来制作刷怪蛋了。看咱们之后要刷啥怪吧，之后想刷啥怪整个什么刷怪蛋就好了。还有远古骑士的刷怪蛋，有了这个咱们就不缺下界合金碎片了。我觉得可以先刷一下远古骑士，我说实话。但是这个远古骑士的刷怪蛋需要赤金锭啊，想要制作赤金锭的话，咱们需要先击败这个原初受火者。不过这 BOSS 初始血量是15000，50倍血量增强之后是75万血啊，应该还是有点实力的。走吧，打原初受火者去。城堡原初受火，对，就是这个1300米，我来了。OK， 到了，应该就是这个城堡吧。然后它中间有个这个东西，赤魂符文，那应该就是用这个寻魂镜灵右键这个赤魂符文啊，直接召唤吧。来，75万血，果然跟我计算的一模一样。
其实咱们的伤害还是挺高的，兄弟们，这还没几秒的，已经刮了他差不多10万血了。我靠，我现在这个伤害没得说啊，兄弟们，最后1万血，给我死！原初收活者，要我操，手腕啊！怎么还有类似亚布伦尾鲨的东西啊？拿下了破败钥匙，用于解锁城堡中的宝库，神圣灵魂碎片。我们先来这边把宝库开一下吧，看一下这宝库能出什么。不是给这么好吗？不要命了，给的会不会太好？我靠，赤金钉也给啊！可以，这个宝库还行啊。那他给了一个赤金钉，那我只需要再做一个赤金钉就可以合成远古骑士刷怪弹了。然后咱们合成一下赤金钉 ，OK， 2个赤金钉，来吧，直接合成远古骑士的刷怪弹啊！咱们终于要下界合金自由了，兄弟们，把这个远古骑士刷怪弹放上 ，OK， 开刷，直接上雷暴。然后咱们只需要站在这里挂机就行了，下界合金碎片哭进账啊！但是目前没有抢夺，效率还是比较低的，这个就之后再刷吧，反正暂时不差下界合金啊。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2-2章节的主线，下界碎片咱们是已经有了，这边它还需要光灵金魂，还有末地碎片。这个咱们必须得去末地了啊！星辰黑曜石之心虚空精华，这必须得去末地啊，得去末地打黑曜石柱子。但是有末地创世，我先看一下，目前我几个眼睛啊？只有一个凋零之眼。那既然去末地的话，我们先去找要塞吧。万一要塞门上有眼睛呢？末地要塞啊，这个压的更好的要塞，咱们先去要塞，希望门上给我多来几个眼睛，好吧？这样咱们可以少做几个。OK， 果然我精准定位传送门的位置。不过他怎么真的一个眼睛没有啊？这上面不是吧？那咱们得老老实实收集12种眼睛了。目前的话只有一个凋零之眼，来吧，一个个来。好像都能合成啊，都是合成的这些眼睛。那来呗，那咱们就直接回家用魔法合成一下。腐化之眼、浓缩绿宝石加黑暗金属锭，咱们先把能做的都做了。浓缩绿宝石2个，黑暗金属锭2个，末影之眼 ，OK。好了，腐化之眼，眼睛加1，然后迷离之眼，下界之眼，活石激活，无赖之眼 ，OK。Later， 这里可以领一个眼睛，我领个什么眼睛比较好呢？我直接来个不死之眼吧。然后还有一个万物凋零这边啊，这里还可以再选一个，再自选一个寒冰之眼。现在直接集齐12种眼睛啊，兄弟们，可以去末地了，兄弟们。OK， 走吧，动身去末地，放眼睛，凋零之眼，守卫者之眼，无赖之眼，漆黑之眼，神秘之眼。腐化之眼、诅咒之眼、迷离之眼、下界之眼、不死之眼、寒冰之眼，然后女巫之眼，直接开门走，结束了。咱们终于是到达末地了，是不是有某个克时榜需要在末影龙这边获得？对，承受始源诅咒的玩家在 Y 轴200以上击杀末影龙时 90% 概率掉落。这个很简单，看我如何操作在200格以上将它斩杀。咱们从侧面搭上去。OK， 他吐口水了，兄弟们，吐口水咋办？直接接啊，接他的口水，好吧？好坏了，我他妈接的全是末地空气，咱们直接搭到200格的位置就好了。我他妈可以飞的呀，为什么要跳的一格格搭呀？真的不太理解我的脑回路啊，兄弟们。来个225格可以吧？然后咱们拿出水桶，这边倒桶水 ，OK， 这样就行了。待会末影龙自己会上来的。坏了，兄弟们，我得把这个玄武岩给挖掉。喵了个咪的，这边玄武岩把它卡住了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你不能破坏方块吧？这末影龙真的是好傻。好，行了，这一波他就会上到200格以上的高空，准备调教他，兄弟们。OK， 他来了，兄弟们，他来了，他已经胀气。不是，他血这么少啊？不是说这个帮末影龙很强吗？怎么才4900血？秒杀了，加拿下，解放末地，兄弟们。这个末影龙他应该没有吃到50倍血量加成，为什么末影龙他都不算 BOSS 吗？有可能在我设置50倍血量的时候就已经生成了哦，那应该是这个道理，兄弟们。咱们创建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了，那只是可能是这样的。看一下始源克时榜2个，他还出了个绝望共鸣，灵智幸运星，幸运加倍，且每点幸运加 2.5 的治疗。可以，我有灵智幸运星，而且混乱水晶伤害增幅加至 125%。我有混乱水晶，可以把这个带上啊。然后始源诅咒攻击伤害降低 50%， 我勒个豆啊，降这么多，直接带上始源克时榜，提高 10% 挖掘速度与攻击伤害，可以。